房子是中国人的挚爱，又是中国人最伤心的。不执着财经是中国的一位财经作家，他今天写了一篇文章，中国的房子现在全在掉价，2025年是应该买房呢，还是应该看一看再说呢？为了房子，有些人一个不小心就掉进坑里。一名海南临高女子买了文澜世家的房子，向海南银行贷款77万，首付30万，还了4年房贷，将近20万。由于失业和父亲生病治疗等，经济拮据，无力还贷，逾期累计12个月，银行结贷扣除74万多元，又遭开发商起诉，要求偿还76万多。没有办法，只好上网求助。有网友发视频说，2018年花165万买的房，现在卖80万，亏一半还多。有网友在 X 平台发视频显示，5月12号，四川省渠县碧桂园逾期1年仍不能交房，业主去售楼部要房，反被警察抓走。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我是王潇。中国人现在应不应该买房，还是看看马云和李嘉诚是怎么说的吧。马云和李嘉诚这么有钱，依仗的就是他们的眼光。今年3月，马云在一个内部圈子中说，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炒的。你如果没房住，现在正好是出手买房的好时机。他大概想说，现在房子这么便宜，手头有钱又没地方安身的人，不妨可以买一套。你要想用这套房子赚钱，对不起，这个念头太过时了。李嘉诚呢？他对楼市的看法又如何呢？李嘉诚今年年初说，中国的房子早已不是从前的疯狂，价格回归理性，买不买房要看自己的腰包和实际需要，你就不会为房子掉不掉价而苦恼了。马云和李嘉诚说的话，每个字你都认识，可你真的听明白了吗？有钱人说话那叫滴水不漏，既让党妈听了高兴，又把要说的意思都讲出来了。别说马云说房子是拿来住的，不是拿来炒的，这话怎么都像是紧跟领袖的意思。可这弦外之音不得了，如果有人说什么房子已经止跌回稳，千万不要上当，那都是忽悠你玩的。因为忽悠你的人看重的是你的钱包，没怀什么好意。李嘉诚讲话不离理性二字，他是在告诉你房价的实际情况，应该是越来越便宜，买不买全是你自己的事。马云2017年说过类似的话，未来的房价就像一根葱，那时他太张扬，弄得后来隐身了许久。现在他学尖了，说话不直接了，说的话话里有话。网友的话可能就没那么讲究了。有网友2天前在海外平台 Reddit 回答中国房地产市场预计多久恢复的问题时说，永远不会恢复了，不是老共去死，社会结构重新洗牌，就是200斤去死，上层利益重组。话说得很糙，可说中了中国楼市的现实。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毅峰今年年初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做中国房地产2025年止跌回稳，这是真的吗？文章一开头写道，今年1月12号，黄奇帆发出中国房地产2025年止跌回稳的观点，一瞬间让中国房地产成为热议。黄奇帆说，2025年以后，房地产对中国经济至少不是负拉动。对此，北京前律师、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指出，这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式的一种忽悠。中国的房产，整个房地产市场，在我看来呢，恐怕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它只可能下跌，而维持度很难，更不可能上涨。中国的房产整个的数量大于需求，无论从价值上还是从面积上说，
它都是大大的过剩，导致空置率是相当的高。其次，中国的人口是在不断的减少，因为出生率下降，这死的人比出生的人要多，所以整个供需关系的根本矛盾呢没有办法解决，原来存量太多。其次呢，中国的经济在不断的下滑，即使有些有刚需的或者改善性住房的，他也没有能力去实现他的刚需的需要或者是改善性需要，他没有能力。失业率那么高，整个经济下行，很多人生意难做啊，找份工作糊口都很难。所以从改善性需求和刚需的角度来说呢，其实这一群人恰恰是购买力最低的。而中国人买房子的这个需求减弱，外国人更不去你中国了。现在中国的房子能够维持住就相当不错了。彭博社的判断似乎与赖建平一样。去年年底，彭博社用中国楼市的苦日子还没到头，房产股的反弹在2025年将面临检验的标题报道说，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还在多年的低迷中苦苦支撑，想买房的人吓得退缩了，房价急跌，烂尾楼遍地。经济学家认为2025年房价和销售额都会下降，最多只是降价速度略微低过2024年。摩根士丹利分析师预计2025年的销售额还会下降 12%， 惠誉预期2025年房价将下降 5%， 新屋销售将下降 10%。 为了让人花钱买房，地方政府怪招频出。红星新闻5月12号的报道说，武汉政府把节能减排与市民乘坐地铁公交联系起来。最近市民魏女士用她积攒的 4.5 万克碳减排量抵扣当月90元贷款利息。武汉在2023年6月上线了5碳江湖小程序，到了2025年5月11号，超过150万市民有了个人碳账户，可以记录地铁、公交出行、新能源车使用等低碳行为产生的碳减排量。地方政府用这些蝇头小利吸引普通市民买房，拉动当地的 GDP 和房地产，换取政治资本。不光是地方政府费尽心思掏空居民口袋，中共央行、联合证监会等机构在5月7号公布了10项重大货币政策，其中就有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，希望房地产可以活络起来。可事与愿违，在5·1黄金周这个传统上的购房旺季，房屋销售量却在往下走。对于经历了2021年房地产市场崩溃的中国人来说，降低抵押贷款利率不过是小恩小惠，吊不起人们买房的胃口。中国房价还会下跌，李嘉诚不离理性2字的话，是在告诫人们买房要小心。就像片头提及的年轻人，一个不小心就掉进坑了。这个00后呢，是非常悲催的一代，它的悲催的根源其实还是政治制度。为什么呢？正是因为00后现在大概20来岁，24、25岁啊，30岁不到啊。那么正是因为他们10几年前，中国习近平上台开始左转嘛，左转这经济说了啊，还要去搞学生1年2000万人导致整个的大学生泛滥成灾，找不到工作，失业率那么高啊，所以现在很多00后他们就只能去这个啃老。所以现在还活得下去，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代际之间的一转移支付，就他父辈啊、兄长啊这一辈人原来有一些积蓄啊，包括房子啊，往他们这边转移，他们自己本身没有能力。大多数00后正好赶上了一个左转萎缩理观的时代，那么共产党呢又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状态，相反的不断萎缩的情况下呢，反而要这些人呢不断的生子，要求他们生2胎3胎，把他们当作生育的工具来挽救他们统治危机。这是共产党从根本上是政治制度决定了这一代人的悲催的命运。在今天经济衰退、房地产市场溃不成军的年代，你对拥有自己温暖舒适的家是不是也很向往呢？谁又不向往呢？好日子谁都想过，只是在中国，这个要求
可能有些不切实际了。你说呢？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，感谢你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